大家好，我是大伟。现在天气越来越冷了，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们千万不要忽视两件事。一个呢，就是在我们左边这里的心脏啊，那有很多朋友啊，在这里总是憋着慌，闷着一股气。有的朋友啊，突然这里跳动的非常的快啊，整个人一下子窝在这儿，特别的难受啊，这里憋着，一定要注意。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指挥部，我们的大脑。那有很多朋友这个红色的水啊，特别的粘稠，它上不去。有的人呢，他是这个地方呢长期缺氧，它导致了就迷迷糊糊的，每天啥事不做，往这一坐都会感觉到特别的累。这个时候你就一定要注意了。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看新闻啊？很多的一些老人在冬天的时候很难熬过去，特别是一些有名的人。那么有的人是在这个地方一下子他怎么样？他哽住了。那这个时候呢，在这儿就3分钟的时间，非常的快，非常的突然。在这个地方呢，他看运气，运气好一些的啊，他这半边能动的，半边不能动的啊，整个人是这样的。运气不好啊，直接小盖子拿掉了以后还没有用，人也跟不上来。所以呢，在冬天的时候，这种类型的特别多。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去大房子里面啊，你走到附近的时候，你进去逛一逛，你就知道了，全是人，乌泱乌泱的啊，全都是在这儿。那么中老年朋友们在冬天的时候，怎么样去避免这些问题的发生呢？我在这里给大家分享2个方法，这2个方法实打实的都非常有用。一个方法呢，就是在我们手上去找啊。我们每天拍手100下，这个拍手和以往的拍手不一样，不是让你这么去拍。咱们这个拍手呢，手一定要张开来啊，把5个手掌张开来，一定要记住，手是身体的缩影。手掌张开来以后，我们把我们的手，你看并在一起，这么去拍，手不要空心，不要这么握，一定要实打实的这么去拍。咱们所有家人朋友们一定要记住。这个手上啊，5个手指6条线，这里呢走的是我们的肺大宝的线，这里呢走的是我们的大肠宝宝，这里呢是我们的心包宝宝，这里是我们的三焦宝宝，这里是2位同学，一个叫小肠宝宝，对不对？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心宝宝同学。所以5个手指6条线全部从这里出发，我们在这里走的时候就是这么拍，每天去快速的去拍上100下啊。手一定要伸直，你的手肘伸直，就这么去拍。拍完以后，身上会发热，脸上会发热，后背会发热，这就对了。一定要让我们这个水啊，红色的水动起来。第2个方法就是我们以前老祖宗留下来的方法。其实对付这种我们讲的一个木一个根啊，大家可以把这个字打出来，左边是一个木字旁，右边是一个根字旁。这个呢，它就是我们很大的一个敌人，它来的特别的快。那这种类型的，在以前的方法当中，我们只要找一样东西就行了。这种东西是啥？就是一把松针。咱们找一把松针，放在水里面去煮，煮上大概3个小时左右，小火去煮。然后呢，大火去煮1个小时，收汁，收成1小碗，把它喝掉，每天去喝。这就是著名的饮松针水。谁去喝的？孙思邈。孙思邈通过这个方法记载活到141岁。为什么这么厉害？就是因为松树啊为百木之长，松针此乃仙人娘。他曾经写过一本书，叫做《扶松针集》。这本书当中就把松针的这个特点啊描述的非常清楚。比如说，其他的植物1年4季，春夏秋冬，唯独松树啊4季如春。那么这个里面就有大量好的东西，才能支撑它在冬天的时候叶子还不掉。这个就是松针。松针它里面有很多好的东西。以前的人是煮松针水喝，现在的人呢一般不具备这个条件。为什么？松针一定不是马路边上的，是深山里面的松针。现在的人去吃的都是松针油，特别是国外，像日本、韩国、新加坡特别流行这个松针油。那么松针油这个东西呢，和其他你们见过的东西不一样。我拿一个东西给大家看就知道了啊。大家看我手上拿的这一颗就是松针油。那么有很多朋友啊，他没有见过，甚至没有听过的，没有关系啊。松针油它是由松针提炼出来的，一般6斤松针才能出1斤油。手上拿的这个是什么？是一个小的泡沫，我们放在这儿啊，不用理会它。泡沫这个东西啊，在泥土当中，你要想把它降解掉，需要几十年的时间。咱们把这个松针油咬破啊，不用管它，什么都不用管啊，把它放在这儿。好，过一会儿大家可以看一下啊。我们有很多朋友不明白，为什么我要把这个东西给大家看？其实我们讲白了，很多人他在里面这红色的水啊，它会变得非常的粘稠。
这个红色的水一粘稠以后，它就会慢慢的沉积在我们的这些小通道当中，这些小通道慢慢越积越多，形成这个山。那么只要这个水流一大，把这个小积累出来的不好的东西一冲到这里，就多久？就3分钟，在这里就很容易半边能动，半边不能动。那么这个时候你就需要一些东西能把这个小通道给它怎么样？给它冲开来，能把这个小通道里面这些残渣给它怎么样？给它吃掉。靠什么？就是我们讲的松针。所有朋友们，你们看一下，它在里面就是这样的作用。我们有很多人甚至都没有听过松针油，今天大家一定要知道，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东西。我们这个松针油啊，提前去吃，特别是很多朋友他自己感觉自己转的比较慢，为什么这红色的水在里面转的慢？就是因为它会非常的粘稠，这么粘稠的一样东西，一定记住了，要让它清澈起来，像小溪一样的流淌。怎么让它清澈？大家记好了，就按我们以前老祖宗留下来的方法。大家好，我是大为。脾胃一弱，人就会弱。咱们现在有很多人过了45以后啊，明显的发现自己的脾胃上面状态跟不上。比如说吃了一些东西啊，进去以后卡着，上不上下不下，总是打嗝，往上反着一些酸水。还有很多朋友啊，吃东西没有食欲，勉勉强强吃进去一些以后，结果发现出来的东西啊，黏黏糊糊的。特别是咱们在冬天，有很多朋友啊，这里动不动就一抽一抽的，用手摸着肚子上面，发现没有一点温度。其实脾胃呢，在以前的人啊，把它称之为叫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年龄越大的人越会依赖于我们的脾胃，毕竟这个地方是我们的后勤。你所有吃进去的东西，哪怕是这个天才地宝、山珍海味，脾胃只要不开心，不给你去加油，那么它怎么样？转一圈就出来了，你的吸收利用率会变得非常的低。所以脾胃只要一不好，各种各样的麻烦就会来找你。那么脾胃经常不好的人怎么办呢？咱们很多人啊，心里面有这样的疑惑，在这里啊，大为给大家分享一个方法。这个方法来自于南怀瑾老师啊，他当时把这个方法分享出来以后啊，当时很多人听到以后啊，真的是心里面由衷的感激。为什么？这个方法实在太牛了。最关键的是，人人家里面都有，人人都能准备。我们家里面准备艾绒1小撮，花椒6到7颗，桂圆肉1颗，把这3样放在研磨罐里面，把它研磨碎了，加入适当的蜂蜜，搓成一颗一颗的小丸子。千万别小看这个小丸子，咱们这个小丸子里面蕴含巨大的能量，把它放在我们的肚脐当中，晚上睡觉的时候贴好，脚底2个涌泉也要给它贴上。这个小丸子为什么说它牛呢？因为首先这个小丸子里面有艾绒，艾绒相当于一个至阳的一个草，而且这个艾绒就相当于一个太阳，对于一些冷的、湿的，它对于我们里面这些不好的都能起到很好的作用。那么花椒窜走能力很强，可以带着这个阳光在里面到处去窜，再加上这个桂圆肉。桂圆肉它煮的是什么呢？让我们的脾宝宝开心起来，同时桂圆肉能够帮助我们把我们里面红色的水啊，这些气血啊，快速的生发出来。所以这3样就放在肚脐当中，在我们以前一个小袋子从这里往里面走，好的东西都从这里进来。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肚脐是我们的后门，把东西放在肚脐里面，睡觉的时候啥也别管，贴上去以后，第2天把它撕掉，只要坚持一段时间，你会发现你的脾胃越来越强壮。那么脚底2扇门，我们都知道什么从脚起啊？寒从脚起，所以脚底的这2扇门依然要贴上这2扇小丸子，特别是冬天，咱们很多朋友上热下寒，一定要把2扇门给它封上。那么这个方法，我相信很多朋友听完以后就非常的心动。大家好，我是大伟。在冬天的时候啊，往往是新和老这里高发的一种季节。然后在我们这里呢，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啊，很多老头老太太一到冬天就会说，哎呀，天气冷了，老天又开始怎么样收网了，很多人熬不住的就一起往上走了。为什么会如此频繁呢？其实，在冬天的时候啊，我们大多数人他的这个里面的小管道啊就比较的脆弱，再加上冬天天一冷，热胀冷缩，那么有很多人他熬不住，那自然很多一些问题啊就频频的发生。所以呢，在这个季节当中，我建议大家2个地方要保暖。第一个是我们的头部，出门一定要戴帽子，回来的时候呢，这个帽子也别急着下，过个2-3分钟再把帽子下掉。脚底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我们说寒从脚起，
脚底这个地方要穿上厚厚的袜子，但是光靠保暖不够。咱们有很多人冬天穿的非常的多，但是依然能感觉到外面的风嗖嗖的往里面去钻，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自己身上的火苗啊不足了，怎么办？那么在这里啊，给大家分享一个非常好的动作，这个动作啊就叫做超慢跑。超慢跑这个动作啊，不需要到户外，咱们在室内的时候就能把它做起来，而且做完以后身上微微出汗，心跳的一个频率呢也是在一个非常好的范围之内，所以超慢跑这个动作非常适合咱们中老年人群体去做。那么这个动作怎么去做呢？接下来我把这个动作演示给大家，大家如果感觉好的话，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好了，我们一起来看动作怎么去做。那么首先呢，超慢跑这个动作非常类似于我们原地小跑，但是也有些不一样。我从侧面给大家演示一下，大家可以看一下啊，我们把我们的腹部收紧，我们的背挺直，然后慢慢的迈出我们的步伐，慢慢的跑动起来。啊，腹部收紧，逐渐的跑动。那么这个动作，很多朋友一看啊，说大伟，你这个动作太简单了啊，不就是原地慢跑吗？其实不是的啊，讲一下这个动作的细节。首先，大家一定要注意看我的脚啊，脚一定要使劲的往前去抬，那么我们要有一种脚趾抓地的感觉。同时呢，这个手啊尽量往后摆，头往上看，然后我们不断慢慢的去交替。去找到这个动作的感觉啊，不断的慢慢来，慢慢找到脚趾抓地的感觉，头抬起来，手呢越摆越大，然后慢慢找到感觉以后，开始把动作形成1、2、3、4、5，然后把我们的身体放松，腹部一直要保持收紧的状态，然后开始跑动起来。所有的朋友们啊，咱们这个动作去做的时候，它的要求就是腹部一定要紧收，千万别把整个腰啊这么弯着或者肚子挺出来，这样不行。腹部收紧了以后，慢慢跑起来啊。每天去跑上多长时间呢？一般是3分钟，我们为一组，你跑上个2到3组就行。而且在这里呢，有一个技巧要给大家去说，就是我们的心跳速率。有很多人啊，年龄比较大了。他做这个动作呢，他总是感觉到好像，这个有点跟不上来，对不对？这个时候是什么呢？你就要把你的跑步速度放慢。那么什么是一个比较好的心跳节奏呢？就是说我们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可以正常去讲话。那么这个心跳速率呢，就是大概在120左右，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心跳速率。所以呢，我们就在做的时候，你能保持到这个呼吸的均匀，同时呢，讲话你的节奏不会喘，也不会被打乱，这就是一种非常好的状态。那么我们慢慢随着我们的锻炼加强，时间可以加长啊。看电视的时候，你跑个5分钟啊、6分钟都没有问题，就这样慢慢跑起来就行。好了，今天这个动作啊，咱们就分享到这里。感谢所有家人朋友的观看，没有关注的朋友们记得把关注点上，同时感觉好的朋友们把视频下方的赞给点上。那么在别人那里呢，或许是不传之秘，在大伟这里都会毫无保留的分享给大家。我是大伟，感谢大家观看和支持，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在冬天的时候，也是考验咱们肩膀的时候，咱们有很多的朋友，一到冬天，只要手臂一活动，里面就会出现一些非常酸的感觉。还有一些朋友呢，他即便是裹着一层厚厚的披肩，依然能感觉到很多的冷气啊往里面去钻，这种感觉啊，可别说多遭罪了啊。那么咱们今天呢，给大家分享一个从古法延续至今一个非常牛的动作，叫做肩3点。这个3点啊，可以说是我从以前到现在，目前见过很多肩膀的动作当中，它是唯一一个非常牛的动作。那么接下来呢，咱们话不多说，直接把这个动作分享给大家。这个肩3点的动作，值得我们每个人认真的去学习一遍。好了，如果感觉好的朋友们呢，记得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那么咱们话不多说，直接来讲动作。首先呢，这个肩3点的动作做起来非常简单，咱们只需要把手，你看自然的抱住我们的肩膀就可以，像我这样自然的抱住，然后有3个地方，分别是小拇指，还有我们的食指，还有我们的大拇指啊，这3个地方为3点。每一个点呢，管辖区域不一样。打个比方来说，所有家人朋友们跟我把动作做起来，把我们的手放到这儿，小拇指的这条线对的是哪里呢？对的是我们肩膀上抬，它正好呢也处于我们三角肌的指点之上。你看，手往上一放，小拇指的这条线找到它以后，把手变成一个小鸡的嘴巴一样，像啄一样，我们啄进去，啄进这条线以后，我们开始转。啊，去感受一下，我们围绕这里，你去找一根大大的筋啊，踩上去以后转，这个地方啊特别的粗，特别的硬，转上去以后，我们保持10秒钟，稍微的发力，哎，感觉到特别的哎呦呦以后，我们就这样转上10秒钟，来5、4、3、2、1，好，做完这个动作以后，你看
非常简单，我们只要抬肩膀，你感受一下，是不是感觉松了20%到30%？这个只是其中一个点。那么我们紧接着找后面一个点，你看手往这里一放，绕过来，来找到我们食指的位置。这个位置啊，你上下这么拨动一下，看好上下拨动，你会发现这里呢是有一个棱，这个棱啊就像屋檐一样，上面呢是硬硬的，你去摸，下面呢是凹进去的，软软的。好，我们的手呢像钩子一样，直接勾上去啊，勾住这个棱，你看一勾就勾住了。勾住了以后呢，我们稍微用点力，把手这么合起来，看好，用点力把手合起来。以后呢，我们把这个手来做一个环抱的姿势，1、2、3，像拥抱一样或者抱个大树一样，4、5、6、7、8、9、10，我们抱上10下。10下以后，这个后面的地方就是管我们后面的。你做完以后，把2个手同时向后绕，你会发现，当2个点只要一松开来以后，哎，你会发现好像完全不一样了。然后我们还有一个点是在哪里？就是我们大拇指的位置。我们把手自然放上去，找到我们大拇指的位置啊！千万记住，手是张开来的。大拇指的位置找到，来画上一个椭圆形的圈。其实你可以理解为从内向外拨。这么去拨，那么我们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教大家一个小技巧，把你的手背到后方，手可以这样背到后方，也可以把手掌放到这儿啊，你不用完全这么背过来，只要这样就可以了。手背过来以后，你再拨一拨，哇，这个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从上往下这条线非常长，大概有一个食指的这个距离这么长，从上往下拨，你在哪里感觉到特别难以忍耐，你就在哪个地方多拨一会儿啊，这个直接是能连着我们的整个手背都会有感觉。来，慢慢的拨开来，所有家人朋友们，这个动作我们也是拨上一个10下啊，来5、6、7、8、9、10，好，就这么简单。3个点全部做完，然后我们把手随便怎么活动，你向前活动也行，向上活动也行，或者整个往后活动也行。你去从不同角度去活动，你会发现整个肩膀完全不一样。咱们这个动作啊，只是给大家做一个基础版的介绍。如果你喜欢的话，你可以把时间延长，比如我们着的时候，我们10秒钟可以变成30秒钟，那个感觉更加不一样。拨的时候10下变成30、50下。后面的环抱姿势也可以从10下变成30、50下，那感觉更不一样。好了，今天的内容就分享到这里，这就是肩3点。如果感觉好的话，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并且给咱们的视频点上一个赞。大家不要忘记了啊，关注先点上，否则以后可能找不到我了。我是大伟，感谢大家观看和支持，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胃主收纳，脾主运化，脾胃不好的人可以说是在生活当中非常遭罪的。咱们有很多人过了45岁以后啊，明显发为脾胃的状态不行了。有的朋友呢，吃进去东西以后啊，就感觉到发胀，嘴巴里面发苦，而且和人讲话有味道。一觉睡醒以后，这里烧得慌。有的朋友啊，吃进去东西以后稍微的凉一些，他就转一圈就出来了，出来的东西啊，像黏黏糊糊的，或者像水一样从下面就出来了。所以脾胃这里啊非常的重要。以前的古人是怎么定义的呢？把它定义为叫做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你看一看，每个字啊都非常的大。所有的家人朋友们一定要记好了，脾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我们吃进去的东西，第一个关卡就是靠着我们的脾胃把它转化为能量。如果你的脾胃不好，进去的东西转一圈就出来了，我们里面的它的一些兄弟姐妹5什么6什么了，再加上我们的指挥部就会没有足够的能量。所以很多人脾胃不好，只要经过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他的状态会变得非常的差，免疫力能力也会下降，而且整个人啊会变得特别的黄。所以脾胃非常的重要，特别是年龄大一些的，感觉自己的气血开始下降，那么一定要重视起我们的脾胃。但是脾胃在这里啊，它其实是非常慢的。咱们很多朋友也尝试过不同的方法，会发现脾胃特别的难养好，那是为什么呢？因为你的方法可能用错了。咱们今天给大家分享一套南怀瑾老师分享出来的方法，非常的牛。这一套方法是一套非常非常棒的方法，只要你能按照视频当中的内容去做，你会发现749天，你的脾胃状态一天比一天好。好了，咱们话也不多说，直接把内容分享给大家。这一套方法呢，来自于南怀瑾老师。首先呢，我们先讲一个动作，叫做6造作，大家看一下演示。
六造作呢是一个饭后的动作，它有一个口诀，叫做右手环左肋，左手扶右肩，把手这么抱住，然后呢，我们把双腿并拢，整个人蜷曲起来，慢慢的往下去弯。这样的话呢，我们在弯的过程当中，就能像挤海绵一样，把我们脾胃当中不好的一些浊的气给它排出去。所以这个动作呢，我们一般建议大家在饭后20分钟的时候去做。在做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里面咕噜咕噜响，这是非常对的。我们把手这样做好，你看，右手抱左肋，左手环右肩，然后呢，把我们的头低下来，慢慢的把身体弯下来，就这样蜷曲下来，像一个婴儿一样的慢慢的蜷曲下来。整个过程看起来非常简单，但是在这里呢，给大家去讲一下啊，有很多朋友在这里会出现一些问题，比如说有的朋友他经常脾胃不怎么好的，他做这个动作会卡在这儿，做一半卡住下不去了，为什么？因为里面有大量的这种浊的气啊在顶着，所以呢，我们不要着急，不要跟他硬顶啊，我们这样慢慢的下去，当下不去了以后，头往下低，保持正常呼吸，吸气，慢慢的吐气，再来吸气，跟着我一起做啊，慢慢的吐气。好，2到3个呼吸以后，慢慢的我们把身子啊，你会发现在某一个环节突然咯噔一下就下去了。在这个时候呢，下去以后把身体我们完全的蜷缩起来，从侧面看啊，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我们的双手就像一个顶钟一样往里面去挤压。在挤压的过程当中，整个我们的腹部就会像一个拧毛巾一样的把这些不好的东西慢慢的往上排，有的是从上面做完以后就打嗝出来了，有的是在里面咕噜咕噜响，2到3分钟左右就可以了啊。所有的家人朋友们，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六造作。六造作这个方法，相信大家看到这里应该已经明白了，它是一个书法，就是把我们从上到下里面这些浊的不好的给它请出去，这样的话呢，就能给我们脾饱胃饱一定的运化空间。那光靠这个不够的，因为脾胃还是弱嘛，所以我们接下来要做一个加法，这个加法也被称之为补法。南怀瑾老师啊，很早之前就给大家分享过的一个方法，这个方法是人人家里面都有，人人也都可以去做的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方法，很多人用完以后啊都竖大拇指。我们家里面啊准备艾绒1小撮，花椒6到7颗，桂圆肉1颗，把这3样啊放在研磨罐里面把它磨碎，然后加入适当的蜂蜜，搓成一颗一颗的小丸子，把这个小丸子就放在我们的肚脐中间，每天晚上放啊，然后放完了以后用封贴把它盖好，白天以后把它取出去。为什么咱们用这个方法呢？其实非常简单，你一定要记住，艾绒叫什么？叫至阳之草。那么桂圆肉呢？它哪里喜欢？你看我们桂圆莲子粥、桂圆这个红枣，这都是让我们的气血往上走的一种方法，但是光靠嘴巴去吃不够，我们一定要通过我们的肚脐，因为在这里我们小的时候一个带子就从这里穿过来，这里已经在小的时候给你留上了一个后门，就找到肚脐，把桂圆肉放在里面，还有再加上花椒，花椒窜走能力非常强，3元大酱放在这个位置，就相当于在冰天雪地当中凭空点燃一把火，把周围这些不好的全部驱散开来，让我们的脾胃变得更加强壮。